大家好，我是交易大帅，10年资深交易员。今天呢，大帅来给大家分享布林通道的12个买卖点，帮助大家搞懂如何判断布林线的走势，把握市场强度，排除错误答案。对于布林通道来说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了解了，其实是很简单的，但是要想把布林通道用好，反而是很具有难度的一个问题。包括大帅的很多朋友经常向大帅学习布林线，却始终没有办法用得出神入化，把握好每一波的买卖点位。那么今天呢，大帅就把这些所有的例子结合起来，包括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布林通道，布林通道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，以及布林通道的具体的12个买卖点位。然后呢，布林通道的盈亏比来帮助大家提高胜率。最后的话呢，就是布林通道的多周期判断，把这个胜率进一步提高。然后光用布林通道还不够，我们再用布林通道结合其他交易体系，大大的提高自己的胜率。这样呢，就可以做到交易买卖完全不用担心了，能够把一个指标用好，大帅觉得完全就已经够用了。包括大帅自己用布林通道就可以完成高胜率的一个交易，持续不断的把本金滚得越来越大。喜欢大帅的朋友也记得订阅大帅的频道，大家有问题的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大帅看到了都会回答大家的。好，首先第一点，为什么要选择布林通道？大家要知道布林通道相比别的有什么优点，那就是布林通道是一个路径型指标。路径型指标有什么优点呢？它可以显示上涨或者下跌的趋势，就是路径啊。除此之外呢，它显示唯一的支撑位和压力位。可能很多朋友习惯用均线，它有很多支撑压力，对吧？5日线打穿了有10日线支撑，10日线打穿了有20日线支撑，20日线打穿了有30日线，30日线打穿了有60日线。那么哪个支撑才是真正有效的呢？在布林线的使用过程中，它只有唯一的支撑压力线。同时呢，布林线还可以显示趋势的强度。那么大帅直接给大家举具体的案例来帮助大家判断。首先第一点，布林线显示趋势其实是很简单的，我们只用看一个，那就是布林线的中轨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当布林线中轨往下的时候，它的趋势是往下的；当布林线中轨往上的时候，它的趋势是往上的。而当布林线中轨在震荡的时间阶段，那么它的趋势就是一个震荡的阶段，就是走平的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任何一波行情的走势都要经过几个点。第一，下跌，跌着跌着企稳，企稳完以后继续往上，然后往上涨不动了，继续企稳，企稳完以后转为下跌，下跌完再企稳，企稳完以后再往上。这其实是一个什么？其实就是一个主力开发筹码、吸筹、出货反复的一个运动过程，包括很多资金在里面博弈。大家其实看一看现在的行情，你也会发现，任何一段行情结束，它都很少出现这种猛的跌下来，猛的涨上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大量的资金要在这里派发筹码，或者说在这里吸收筹码。举个简单例子，这里下跌了，它很少立刻涨上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里很多大资金要进行一个多空的转换。本来他们空头一路吃下来了，好，现在强度变强了，他们要转成多头或者说是他们已经吃了一大波了，在这个位置陆续平掉空头的一个筹码，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。这就是特别重要的。包括上涨一波涨得很猛了，它也需要一个震荡区间来消化，资金一点一点把筹码派出去，一点一点把这个自己的多单平掉甚至平掉以后开启空单，然后进入下一波的一个下跌行情。所以其实呢，行情是这么走的，
而在这里呢，我们只用布林线的一个中轨就可以判断到底行情是往上还是往下。除此之外呢，布林线有一个唯一的支撑压力位，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。参考上面那幅图，当趋势向下的时候，每个下轨都是它的支撑位，每个中轨都是它的阻力位。当趋势往上的时候，中轨又成了它的一个支撑位，上轨又成了它的一个阻力位。而当趋势走平的时候，下轨支撑，上轨阻力，这个也是很明确的。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在这个趋势的过程中，支撑压力是随趋势而改变的，不是说一成不变，而且布林线的往往比较标准。虽然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例如这里中轨是阻力，这一段涨这么猛了，夸夸的往上涨这么高了，快涨到上轨了才回撤，有的时候会超刚。但其实的话呢，这只是一波大力的反弹，你可以看到经过短期的震荡，它依然是重新回到了一个下轨沿线，在下轨附近重新企稳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参考多周期的变化才能更好解决。所以在此之前呢，大家记住布林线唯一的一个支撑压力是特别好使用的，你不用考虑太多，从而可以短线的快速判断出这个位置到底是阻力还是支撑，这对于做交易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点。第三点呢，就是显示趋势的强度。趋势的强度呢，可不是说布林线中轨往下就是下跌，往上就是上涨。趋势的强度是说主升浪和主跌浪主升主跌。什么是主升？我们可以看到，当布林线上轨开口就是主升。你有这种股价持续的沿着布林线拉伸，并且开始把上轨顶开，这个就叫上轨开口。你可以看到上轨开口以后往往会进行一波猛烈的上涨。不同的周期，不同的上轨开口强度不同，如果日线上轨开口可能只能这么涨，但如果是月线上轨开口，那就像这波牛市一样，它会涨得很猛，一下翻2倍甚至翻出3倍的一个走势。所以大家要注意不同的周期下跌也是一样，一旦它出现下轨开口，那么它又会开始跌跌不休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一旦出现下轨开口，它就开始转跌了，不停的下跌，不停的回撤了。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，它可以帮你判断当前的趋势到底是普通的上涨趋势，还是说已经进入了主升浪或者主跌浪的一个强力的下跌趋势。所以大家在交易的过程中一定要搞懂当前行情在什么样的强度。如果在震荡强度，那么你就按照震荡的强度来做，上轨跑，下轨买。如果是主升强度，那么你就按照强度来做，你不能说在上轨跑了，主升它强的时候，它会沿着上轨上涨，进行更大的一个涨幅，那你可能要以上轨为支撑来进行一个低吸。而进入主跌浪呢，那你也要注意了，你不要想着下轨能撑住了，它往往会跌跌不休，持续往下。你的支撑往往在突破下轨的位置可能跌穿下轨，跌得比较远了，甚至进行一轮大幅的下跌，它才能够有效的降低跌幅。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好，那么讲完这些布林线的一个基本应用，第二点呢，我们来讲布林通道的12个买卖点位。就是你知道布林通道有什么意义了，那么具体的买卖点位在哪里呢？在这里呢，大帅已经给大家总结出来了，其实很简单：1买超跌反弹，2买回摸下轨，3买突破中轨，4买回踩中轨，5买上穿上轨，6买回踩上轨，这分别代表不停的一个市场强度。你又在这里是市场强度比较低的超跌反弹和回摸下轨，而突破中轨和回踩中轨呢是市场强度中等的，而最后呢上穿上轨和回踩上轨是市场强度最强的主升。好，那么我们直接来看，第一，超跌反弹。
什么叫超跌反弹？就是跌穿下轨的反弹才叫超跌反弹。因为我们看这里，对吧？跌穿下轨了，然后重新站上下轨，或者站到下轨附近，这个线叫做超跌反弹。它往往是跌穿下轨之后的第一根阳线啊，注意啊，跌穿下轨以后的第一根绿线啊，成功的站上了下轨，或者说在下轨附近第一根反转的线，这根线就是最重要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它就是超跌反弹，就是刚才说的一买。二买是什么呢？二买是回摸下轨，你有一买超跌反弹你没发现，或者你担心强度，那么接下来的一根线往往会回摸下轨，就是重新摸一下下轨啊，重新摸一下下轨。那么当它重新摸下轨的这个点，就是你上车的点位。虽然当时你肯定是很恐慌的，这会儿走完了行情你看出来了，对吧？一个大绿柱很舒服，但是当时肯定是很恐慌的，当时应该是一个大红柱，对吧？这边应该是一个红柱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强度啊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买点，等于重新站上去了，又回踩支撑。好，三买突破中轨，这个位置呢，其实往往是比较安全、比较稳定了。当这个价格从下轨企稳，然后慢慢涨到中轨，并且突破中轨的时候，它的强度往往已经比较强了。这个位置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确认买点。布林线呢，以中轨为非界线，站在中轨之上为强，在中轨之下为弱。好，四买回踩中轨。回踩中轨的话呢，其实和刚才的逻辑一样，就是在上涨的过程中，它经常喜欢给你回踩一下啊，往回跺一下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其实也是为了洗盘，把很多近期追高的或者近期上车的一根线把你的止损全打掉。所以这个位置呢，反而是一个好的买点。当它回踩中轨之后，重新站上中轨，就是一个买点。啊，说的具体一点，例如它在回踩的过程中，你可能害怕不敢买，没问题。但是当它回踩完毕，重新站上中轨的时候，你就得注意了，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买点，就是四买回踩中轨。五买呢，上穿上轨，这个位置只有在强度够的时候才可以买，一般我们结合多周期来使用，例如这个日线，对吧？上穿上轨，但是周线全部在中轨支撑附近呀，或者在下轨支撑附近呀，那么它往往能够有效的站住上轨，并且持续稳定的往上拉升，持续稳定的往上攀升啊，能够走出一个大行情。这个呢，一会儿在后面的多周期会讲。但是大家注意啊，这个上穿上轨它的强度有要求，第一，它的布林线中轨一定得是往上的啊。如果它的布林线中轨不是往上的，对吧？那你不要买，强度不够啊。第二的话呢，一定要是上轨开口，对吧？这个上穿上轨一定得把上轨打开了啊，走成这样的一个走势，把这个上轨的口子给它打开了，你才能买。如果它是收口，对吧？你有这种的收口形态啊，那么它上穿上轨你就得注意了，它的阻力特别大，未必能成功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！具体我们还是看多周期的运用。好，六买呢也是最难的啊，也和前面一样，必须强势的主升浪，在这个大周期里，像周线里面、月线里面有足够的盈亏比，你才能买这个回踩上轨的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难度要求是极高的啊，一定要确保大周期有足够的空间，你才买。如果大周期没有空间，或者一根线大周期已经拉到阻力位了，那你不要去尝试这种回踩上轨的买法。当然有的时候行情起来了，对吧？在这种行情里，你真正能买的也只有回踩上轨，对吧？回踩上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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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踩上轨。你想在更低的位置买，对不起，没有啊，这就是主升的一个特点。好，那么刚才呢，给大家讲了布林通道的12个买卖点位中的买点。那么这里呢，给大家讲布林通道的一个卖点啊。卖点呢，其实和刚才类似，只不过反过来用。第一个呢，远离上轨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有的时候经过一轮上涨，远离上轨了，
同时达到一些大周期的一个顶部，对吧？你有周线的一个上轨啊，月线的一个上轨，对吧？尤其是大周期的远离，那么这往往是一个比较好的卖点，因为这个位置可以说已经是主升浪的最后一波冲锋，那么它下跌起来往往是比较猛的。你想想，大家情绪都失控了，大家都疯狂的往里挤，那么它才能造成这么强的一个强度。那么当大家都进去了，对吧？所有人都买了，那么肯定就会有一些聪明的人反应过来，市场有没有增量资金进来了，对吧？没有增量资金进来了，那怎么办啊？那就先跑呗啊！所以这个位置呢，往往就是一个一卖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是一个好机会啊，好机会啊。二卖呢，跌穿上轨啊，可能一卖的时候，对吧？在这个位置，你说呀，大帅我不敢买啊，这个位置卖太猛了啊，我害怕啊，那么没问题。当它跌穿上轨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心里都知道了，对吧？反应快的都了解了，已经跌穿上轨了。那么跌穿上轨，布林线要从哪儿走呢？要从上轨往中轨跌，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下跌空间。那么你想啊，它未来得下跌到这个位置，在上轨你跑不跑，对吧？所以在跌穿上轨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二卖，这个位置呢已经明确的告诉你强度不够了，对吧？可能在一卖的时候你还犹豫纠纠结结啊，二卖已经告诉你了，很多人已经跑了，你还怕什么？对吧？三卖呢就是回摸上轨啊，有的时候跌完以后它会往上回摸一下啊，有的时候它可能会拉一个这个上影线啊，或者拉一个这种，对吧？一个上影线往上摸一下，最后吸引一下别人上当啊，也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反弹力量啊。那么这种的时候呢，往往是一个卖点，就是说当它回摸上轨却无法站上上轨，那么它就是你的一个卖点了。回摸却站不上，就代表什么？代表多头乏力。所有上攻的力量全部打出去，子弹全部打上去，还是打不动，那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那就跑呗啊，那就撤呗。所以大家要注意啊，回摸上轨是我们的一个三卖点啊，回摸上轨。四卖呢就是跌穿中轨，那么这个位置呢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回调了。一般大家知道回调不会有效跌穿上轨，因为这个叫回调啊，猛地踩到中轨立刻反弹上去，或者这个叫回调，对吧？夸夸的啊，回踩中轨，踩完不跌穿，继续往上走，这个叫回调。跌穿了中轨就代表趋势结束，对吧？就跟这样一样，我们可以看到跌穿中轨以后跌跌不休，它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回调了啊，你已经可以理解为结束了。那么这个位置肯定是一个好的卖点，因为一旦结束，它再想站上中轨那就难上之难了。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，对吧？几波反弹都没有站上中轨，所以这个位置呢，其实是一个趋势结束的一个好的卖点。看起来已经跌了一段，但实际上你的利润空间依然是很丰厚的。五卖呢，回摸中轨啊，有的时候跌穿了，它还会往上摸一下，对吧？其实和回摸上轨的逻辑是一样的，就是确认。这个地方的特点在于确认，确认了它反弹的力道是不足的，对吧？很多多头，我觉得趋势没结束，那我往里冲，对吧？很多人低吸的啊，很多人网格的，对吧？很多人各种平均成本的，他们往里冲啊，结果发现冲不动，那怎么办呢？对吧？弹不动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这个就很简单，赶快一个大阴线跌下来呗。所以这个回摸中轨和回摸上轨一样，也是一个强度的确认判断。只有强度够了，确认了，它才可以站上，否则它是站不上的。六卖呢，下轨开口，可能在这里呢，很多朋友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卖点好像不怎么好啊，确实是的，这个卖点附近很多时候可能会在你的成本附近震荡震荡，但是这里也是彻底确认了趋势的一个主跌开始，它已经不是短线的趋势结束了，它是主跌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接下来的下跌往往是比较恐怖的啊，往往也是跌幅比较猛的，就和主升浪是对立的。
所以这个位置呢，短线来看，你卖在这里肯定是反应比较慢了，对不对？肯定没有说，在这个上轨开口卖的，或者说回摸上轨卖的，回摸中轨卖的，跌穿中轨卖的，跟他们比，你的成本肯定低了啊，低了不少啊。但是这是最后的一个卖点，这之后再也没有卖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之后只有超跌反弹的买点，对吧？没有卖点了，所以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位置你没把握住，你就别开空单了，对吧？你说这个大帅后面还有机会啊，这是什么机会？这是回摸中轨啊，不是6卖，而是5卖啊，回摸中轨，它是在这个之前的，对吧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卖点。好，那么刚才大帅给大家讲了布林通道的12个买卖点位，大家一定得记清楚啊，在实际交易中是十分有用的，可以帮你轻松的判断清楚到底的一个买卖点位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给大家讲布林通道的盈亏比判断法，就是关于你的获利空间，对吧？你知道在哪儿买，在哪儿卖，你得知道你有多少空间呀，对吧？例如刚才大帅给大家讲的，你在上轨卖，你的空间是哪？是上轨到中轨，对吧？你在中轨卖，你的空间是哪呢？又是中轨到下轨啊！所以你得搞明白你的获利空间有多少，你的盈亏比有多少，你的止损止盈应该在哪里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分成了几块啊。第一块呢，下轨之下到下轨的获利空间；第二块呢，下轨到中轨的获利空间；第三块呢，中轨到上轨的获利空间；第四块呢，上轨到上轨之上的获利空间。买卖是一样的，只是获利空间是相反的。那么大帅直接来给大家举例啊，举一个简单例子，像前面我们的这个一买超跌反弹，对吧？那么在超跌反弹之下还有一个，那就是背离了啊，超跌了，对吧？不说反弹，它超跌其实就已经是空间了。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其实就已经是它的超跌空间了，对吧？明明下轨就是支撑啊，你还跌穿下轨，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超跌的一个空间。你的获利空间，利用你在超跌的时候，在这种远处的这个跌得很深的买，你的获利空间就是从这个位置到下轨。包括这边，对吧？你在跌得很深的买，远远突破下轨买，你的获利空间呢就是这个位置到下轨啊，并不是说不能继续获利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，对吧？还可以继续获利，它可以涨到中轨，但是安全的获利空间或者说最近的获利空间是这一段。就跟它有可能像这一段一样，对吧？它能涨到中轨，但它再跌一波呢，对吧？所以有的时候呢，这段获利空间你还是可以拿得住的。等它跌下来，对吧？你再重新吃。所以这个呢，大家要注意，这是一个获利空间，也是你的一个盈亏比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比例。你得看出你在这种位置买，你的获利空间有多少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你不可能说正好在这个最低点买，对不对？那么假设你在这个位置买啊，那么在这个位置买，你的获利空间在多少呢？你有这么多获利空间，对不对？你买的越高，你的获利空间就越少。所以在买之前，你要计算一下你有多少获利空间，对吧？例如你说，这个位置可能已经涨到这儿了，对吧？已经涨到下轨附近了，你就别买了，你的获利空间就比较少了。如果它直接走超跌反弹还行，如果它继续下跌，你就会亏本。所以大家要注意你的获利空间的问题，一定要确保自己每笔交易都有足够的一个获利空间。好，那么第二点呢，下轨到中轨的获利空间，这个是最常见的，也是我们超跌最常见的啊。下轨到中轨这一段其实是比较稳的啊，这个空间呢往往是比较大的。如果你能按照前面的一个纪律的买点，回踩下轨买，回踩下轨买，那你吃完这整一段几乎是完全正常的啊，下轨到中轨。所以如果你在下轨买了，你的止盈设在哪里？设在中轨。如果你保守型的，你觉得中轨的阻力比较大，对吧？那你就设在中轨偏下一点
对吧？如果这会儿的趋势比较强势，超跌，或者说市场的强度比较强，那你就可以设在中轨偏上一点，对吧？如果你说你想吃的更多，那你就不断的提高移动止损，把止损往上提就行了。如果它涨到上轨，你就继续往上提，对吧？所以不管怎么说，你先搞清楚你能赚多少钱，对吧？这一波行情至少你的获利空间应该在这个位置，安全起见的话，你的获利空间应该在这个位置。你把这个搞懂，这样你就知道这笔交易你大概能赚多少钱。好，那么中轨到上轨的获利空间呢，往往也是很简单的啊。这个很简单，而且这一段往往涨得比较快。如果市场强度真的够的话，往往一根 K 线、两根 K 线就涨上去了。包括这边也是，它往往不会墨迹太久啊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其实是做多比较喜欢的一段，因为它快，一根绿柱就涨上去了，不会像这个下轨往中轨涨，你看多难受。一点一点往上卡啊，给你涨个5、6天，对吧？包括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这边也是下轨往中轨涨，对吧？给你涨个3、4天啊，中轨往上轨涨1天啊，所以大家这个注意一下。一般来说，做多比较舒服的啊，或者你说你想赚快钱的，那么你就一定要注意这一段中轨往上轨涨的一个获利空间。那么同样的，安全起见，你可以设在上轨偏下一点点，对吧？提前预判一些阻力啊，然后安全，如果你觉得强度够的，你可以多拿一点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最后呢，就是主升阶段才能碰到的上轨之上的一个获利空间，就是前面大帅给大家举的例子啊，它很强的时候呢，就是走上轨之上的一个路径，对吧？这个获利空间啊，多不多？不多啊，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获利空间是可持续的，就是说主升一旦启动，它往往不会轻易结束，所以这个获利空间往往是可持续的，持续不断的，而不是说像前面这种一根线、两根线啊，不是像这种，所以你得搞懂不同的市场强度，你的获利空间是不一样的，你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。对吧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！大家都说这个市场的几大重要的，哪几大重要的？4大重要的，量价时空，对吧？当然，这个江安喜欢说价格、时间、空间和阻力位啊，我觉得江安这个更精准。但是不管怎么说呢，你搞懂这4点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组合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给大家讲如何提高胜率。不灵通道的多周期判断法，就是有的时候你的止损可以设的高一点，可以设的满一点啊，有的时候你又要设的少一点，区别在哪里？区别在于你有没有触发大周期的一个变化，对吧？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有小周期，中轨到上轨有这么多空间，但是大周期这会儿已经在中轨附近了，距离上轨只有这么一点的空间。那么你肯定是按照大周期的空间来设，你不能说，哎呀，你还看着小周期，还在那抱怨，哎，怎么还没涨到上轨就开始跌了啊？然后一会儿唰唰唰的给你套住了。所以你一定要搞懂，不同的周期它的重要性不一样。最重要的肯定是先大周期啊，然后再小周期，是吧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包括你买卖也是，买的时候尽量买在大周期的一个支撑啊，卖的时候尽量卖在大周期的一个阻力，你的胜率就会高很多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利用这一段啊，大帅已经把它截出来了，是这个近期的行情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段，这边是月线周期啊，然后是周线周期，然后是日线周期，对吧？首先月线周期很简单，走的是一个什么走势呢？走的是一个回摸上轨不过的走势，对吧？一脉远离上轨，二脉跌穿上轨，它已经是3脉回摸上轨了，已经告诉你强度不够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周期它的下跌空间就是很大的。那么切换到周线，周线这个位置守不住了，周线守不住了，往哪跌？往中轨跌，对吧？上轨到中轨就是它的一个获利空间。
那么你在上轨开了空单，你的止盈就在哪里？就在中轨。那么在这个区间呢，你就不要轻易的去开多，对吧？虽然你说这里超跌了会反弹，这里超跌了会反弹，但是它的趋势还是往下的啊，所以你要注意，不要轻易的被洗掉。你的主要逻辑是反弹开空，对吧？反弹你开空，反弹你开空，反弹你开空，直到跌到中轨，盈利空间走完了，对吧？你就要谨慎一点了啊，你就不要说在中轨附近开空了，除非它有效的跌穿中轨。所以还是呢，12个买点卖点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那么对应小周期你怎么开单呢？对吧？反弹到不零线中轨开空，反弹到不零线中轨开空啊，拿到下轨离场，拿到下轨离场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所以你把大小周期结合起来，你就知道看大周期，对吧？周线和月线代表了你做什么行情，那么你可以做一个坚定的空头，对吧？那么小周期呢，你可不可以做多？可以做多，但是你得做得更保守啊。你有大周期下跌的幅度比较强，那么你小周期你的止盈范围你就少一点，对不对？你就这么少啊，你就不要设太高，免得它摸不到中轨就回撤，那你不是吃亏了吗？对不对？而你做空的时候呢，你就大胆做，对吧？例如它站上中轨啊，这种位置开始震荡了，你就直接加空啊，甚至它有的时候冲起来，你也分批次的加空，因为你知道大周期是往下的，不用担心啊。至少说呢，在跌到中轨附近这里你不用担心，对吧？你会发现每次反弹比较强的在哪儿？都在中轨附近啊，都是距离中轨近了，它才会有效的反弹。距离中轨远的时候，它是没有什么反弹强度的，对吧？你把这个搞懂就很简单了。第二个呢，上涨来说也是一样的啊，你有上涨的时候大周期，对不对？在这种中轨附近啊，这个是月线啊，就是 M 啊，周线 W 啊，日线 D 啊。大周期的话呢，你看在中轨附近企稳了，往上涨，你害怕啥？对吧？你看大周期中轨附近企稳了，站上中轨了，周线级别上穿中轨，这是什么？对吧？这是我们的买点，那么你就要注意了啊。那么对应的小周期上穿中轨，你买不买？买啊。然后你知道大周期还没有涨到上轨，对吧？月线没有涨到上轨，周线没有涨到上轨之前，你只管买就行了，对吧？上穿上轨你还买，回踩上轨你还买。对不对？你就不担心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同样的强度，你的判断要不一样。那就是结合多个周期来判断。大周期上涨的时候，对吧？没有涨到月线阻力位，没有涨到周线阻力位的时候，日线你就照那6个买点买就行了，对吧？这里没有超跌反弹，你就1买上穿中轨啊，或者买回踩中轨啊，2买上穿上轨，对吧？3买这个回踩上轨啊，你就对吧？这福音加仓，多加仓就可以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搞懂啊，这就是大周期和小周期的一个上涨整体的一个变化啊，你得搞懂啊。好，那么第5点，胜率再提高，不宁通道加多周期的结合啊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。什么叫多周期的结合啊？多系统的结合？这个呢，其实是可以继续增加来一些系统来帮你确保你的一个成功性啊。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多系统，什么叫多系统？对不对？例如我们可以结合来提高不灵性的胜率，例如 KDJ， 对吧？提高短期的确认性啊，强力系统提高背离的确认性啊，成交量提高突破的确认性。当然在这里呢，大帅只给大家举了3个例子啊，实际上肯定不止3个，你自己还可以继续加啊。你看你用哪个系统用的比较好，或者你比较习惯，你就可以把它结合起来加，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点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。我举一个这个简单的例子吧啊，第一个呢 KDJ 啊 ，KDJ 大家知道，一般我们用来判断短期的一个强度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不灵线的这个位置，它有很多超跌反弹，对吧？那么超跌反弹前面我们知道1买超跌反弹，那可不可以买呢？
我们可以用这个 KDJ 加一个辅助判断，因为我们看在这里 KDJ 金叉了，那么这个买点的确认性就会比较高，对吧？这里的买点就会比较精准，因为它 KDJ 金叉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接下来继续反弹，包括这里，对吧？ KDJ 金叉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接下来继续反弹，对吧？如果 KDJ 没有金叉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强度是不够的，对吧？例如在前面，对吧？这几段下跌图中没有金叉，那么它的反弹力度会比较弱啊。包括这几段没有金叉，那么它是持续下跌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大帅给大家分享一下，你可以用 KDJ 来判断这个超跌反弹的一个强度确认性，到底够不够啊？是够还是不够啊？还是一半半啊？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，你可以用这个来判断到底超跌反弹是够不够啊。 KDJ 金叉以后更稳啊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还有这个前面大帅给大家分享过的 TradingView 强力系统，包括大帅已经把这个代码都给到大家了。强力系统最好用的就是背离啊，你用背离成功率会更高，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对吧？后面两个是底背离啊，底背离之后呢，往往它就开始反弹了啊，它就开始这个拉阳线了啊。例如这里拉了一根大绿线，对吧？这里就直接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了。那么顶背离的话呢，你会发现这个位置，你一看顶背离，它往往就喋喋不休了啊。这个前面大帅已经给大家讲过强力系统了，在这就不多讲了啊。强力系统的背离是很好用的啊，顶底背离直接代表市场的一个强度啊。背离的时候往往就有短线的机会了，你就可以买了以后把这个止损不断的往上提啊，你要卖了以后呢，就把止损不断的往下降啊，这样确保你可以轻松的吃一波肉，大帅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啊。第三点呢，就是突破的确认性啊，我们往往用这个成交量来代替，对吧？利用这个上涨如果不放量，那么它的确认性是很差的啊。包括这边，对吧？启动性的上涨，尤其是布林线中轨往上轨涨，它一定要放量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。就是这个布林线从中轨涨到上轨啊，由中轨往上轨拉啊，由中轨往上轨卡。那么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放量啊，不放量的话，它的强度往往就是不够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量能的强度到底是够还是不够啊？这样的话呢，能更好的帮你判断准确性。当然还有很多呢，大帅在这里就不一一给大家举例了。好的，这个很感谢朋友们听完大帅讲的一个内容啊。这节课呢，给大家讲了布林通道的12个买卖法啊，包括如何提高你的一个胜率啊，每个位置都是很讲究的啊。然后如何通过多周期，如何通过多系统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每个位置都是很讲究的啊，这每个买点都是很精准的，不是说这个糊糊弄弄的，大家一定要搞懂，然后结合起来，你的胜率就能大大的提高了。好的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也感谢大家订阅大帅的频道。有问题的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大帅会持续给大家分享市场的走势以及大帅的一个交易观点。谢谢大家。